值多少钱呢？1000万是啥？2000万。那你放心啊，来，你看好了吧？有的控制，这个是正的管玩意儿。看底，哎，对，看底就行。还挺懂行的，刚收的今天，哎。我这一个问我的，我有个车，整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哎，对，你看好底下，看好这个，哎，就我有车似的。大明宣德年制。哎，对。这个9千你们拿不走，这都是皇家东西。平常老百姓你这东西没有。茶叶罐，嗯，雕的好。这个我告诉你，我都不敢说。这我顶多我就出50。这东西是个笔筒呀，放背的放背的笔筒。你拿不着给50块钱。你1万2万你不能拿的，这个1万2万你不能拿这玩意儿，钱就不拿。你说这叫不是？你听我说，不是你先听我给你讲讲，你就明白了。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釉里红海兽纹的笔筒，这是对的话。官窑，那这东西就是国宝，值多少钱呢？1000万是啥？2000万就不是10万的事儿。但是有一点，笔筒是什么时候写？明朝时候。但是这个东西明晚期才出现笔筒。我们比较常见的有崇祯的大笔筒有人说嘉万时候就有，嘉万时候在之前都是竹子的笔筒，所以说宣德时候没有瓷器的笔筒，形制不对，口内收这种平口，一般是民国时候出现。第二，它也不是晚期仿的，咱看一下这个底就不对，火气太重。哎，后期就是仿的那个青花料都不这样，它明显就是仿那个早期的苏麻离青料。也就是说，大明宣德时候没有笔筒，这是一个历史史实。所以说，这是一个现代景德镇刚出的一个臆造品。对，没有。你是仿品吗？仿品。完了。肯定花不少钱。这不你看好了吧？来包起来我这个。我看好了，你看这看这看想要这个这个你这想要咋行吗？这可倒霉了，我一说我那忙，我现在出门，我上街，不行，得找这个不行，赔钱，这个就雕工好。哎，我赔钱了，不行，你得找，你要打破窑的话，我有啥，但是我要等着用钱，都受不了。赔钱，你要不你有啥你就给别人，多1分我拿不着了，真拿不着。你先别走，你看，你这我得等着用钱，我上新了，人家一个是买卖，我一个买卖，我找出哪来的？你行，我点上，不行俺就走了。行吧？哎呀，赔他了，赔1500块钱。那个我不管你我不管你，因为你有50收的我也出这个钱，你5万收的我也只能出这个钱。行吧？行，走，我等下午等一下。这银元你收个多少？银元收不着你们给价格都太高，动不动往死里要。哎，业务还挺旺。那干嘛？对呀。我等有钱了。这业务这么忙，赔1500。到时候有好东西再给我打电话。行，这个太漂亮了，这属于中国古典艺术，属于足雕大家看一下图鉴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整个底色上了大漆，又经过包浆了，就跟瓷器上留白似的，又留出这个空来上边雕龙画栋人物、楼台、亭阁、树木，非常精美的足雕能保存到现在还这么精美，一定是大户人家，不出其左右。而且上边这个钮就代表其高级之处，放茶叶的，上边还雕了一个牡丹花的一个花桩，开窗，非常的分这件东西特别喜欢，很少遇到，因为其实木雕里更难那个大哥那个笔筒把我震撼的不轻了，那要真是宣德的那东西它不值钱花那都能改写历史了。走吧，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
我找的这件东西，大家要是买回去以后啊，发现自己手里有这类似的，估计你们脊梁上都得冒冷汗。这多少钱？200。省了3的。多1分不给。200。因为这个。260啊。多1分不给。他绝对给，他绝对给我啊！行吗？别走，别走了。怎么样？拿着吧。我看他股份就给你哈。这个双喜棍那个开那个罐多少钱？多少钱呢？你就告诉他200多1分不拿。啊，那媳妇那个，我给照过去，给他80元。这个多少钱？他给200，他给200啊，少6位不卖人了，他就给200没见了。那就算了吧。1、2、3，他还得叫我。亲人，哎呀，这压手啊！我手机给你转账哈。过去了是吧？我拿着了啊。这个回去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知道他一定会卖给我啊？这里边是有事儿的，这个了不得。说完了，晚会儿跟大家讲。大家注意听了哈。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寓教于乐的一堂课。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地摊上买的一个洗罐啊。如果大家也同样跟我一样在地摊上花180、100-200块钱买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洗子罐的话等我讲完，可能很多人说，哎呦，小哥又捡漏了，200块钱买这么漂亮的一个洗子罐，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啊，这是新的。那么下面我就教大家判断这个东西的辛劳啊，今天看完就能学会，仔细听我讲哈。第一，咱从口开始讲起吧。这个脏啊，过于均匀没有过度摸上去和看上去都有点湿，非常的粗糙摸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做旧的表现。那么表面呢它又进行了湿光处理，你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好像是一种宝光，对不对？所以很难鉴别。但是大家要注意，这2点可能暂时这种做旧的感觉呢就不容易说去看出来。那么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一招制敌的我教大家去学习。大家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往胳膊上贴的一种东西嘛，一种贴画，弄点唾沫粘到胳膊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就粘到胳膊上了。我们会发现呢，接下来以后很多都贴不全，这应该是70后、80后的一代的记忆了吧？那么这个东西同样是，这不是手绘的呀，这都是贴上去的。他呢，先拿一种贴纸贴上去，然后再撕下来，再上釉以后上窑里去烧都是电窑和气窑，所以呢非常快贴上撕下来。为了什么呢？为了省人工。您看嘛，这些地方都没有印清楚，发现了吗？没有印清楚，印的比较淡，这是其中一个特点嘛。其二，看见了吗？这个地方都出现了断层当时就是贴的时候没贴好，因为我们手工画的话，它不会说贴着这再去画的，你会发现从上面呀找出很多，看吗？这都没贴好的地方都断了，因为手绘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断点的你看吧，它连上边的这种腰斑都给做上了，非常的逼真总体呢给人感觉特别的死板。再一个呢，它没有笔触，笔触是什么？就是我们画的时候的笔触再一个呢，这个胎体也不是拉胚的。为什么说不是拉胚的呢？大家看一下，它这种胎叫灌浆胎，灌浆胎好出现这一种现象，看见了吗？打皱的现象，因为它是有一个模具把这个泥浆子灌进去，它不是手工拉胚的，所以整个这一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品。那么咱们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老的一对比大家就看出来了，它不是宝光了，它有点污浊的那种光。这一个呢是宝光加上内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就叫笔触，看见了吗？因为人们是拿手去画的，一笔一笔去画的，那画起来的时候，它这个笔深浅就不一样，就会有过渡，有笔触，你看见了吗？您能看出手画的这种感觉来吗？你再看这一个，是不是没有手绘的感觉吧？我经常讲
我说鉴定啊，一定要从实物出发。如果我们没有实物，只看书，无异于这个按图索骥啊。那你这个跟书上说的，那你怎么去区分呀？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张老师小哥，我经常上博物馆，经常看书，为什么现在经常买到假货呢？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晚上爱刷抖音刷美女，是不是？一晚上刷100-200个美女，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你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个美女吗？记不住啊，是不是啊？但是其中一个美女，如果你跟她处过男女朋友，我相信这辈子都忘不了。你拥有过，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我手里有一件实物，我曾经拥有过是我的东西，我就特别珍惜，那么我就记住了，对不对呀？这是说看博物馆或者看什么学不到的原因吗？还有就是说，我经常我看到一本名著一个大师写的，没有错呀，咱看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写这个书的人，写鉴赏书籍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的，所以说呢，他表达的也是自己对于古董鉴赏的理解。可是呢，100个人呀，有100种想法。我们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如果没有实物，单凭去想象的话，那你这个100个人100个想法，我们不可能跟他的思想正好重合。但是手里如果有一件实物的话，你再照着他的书去看的话，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才能学得到。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鉴赏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件真正到代的实物。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理解，你买了一个假的回去看着书我看着都对呀有可能玩了一辈子都是个假的，因为没人点你没买到真品。大家说是这个事儿吧？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再充分的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脏非常的自然，是有过渡的你摸上去也不这么扎手，而这一个就明显的，你看这个脏，这两种脏我一对比，你能看出来，觉得这个舒服，这个不舒服。但是说如果单纯看这一个，我们就不知道哪种脏为正确，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比。再一个，你看这个底这完全是修出来的底，看见了吗？非常的硬朗修足嘛，咱经常说修足，拿竹篾一点一点修出来的。而这一个几乎就没有修足这是模具扣出来的，可能当时拿东西稍微一刮。再一个，你看它这个胎质非常的疏松脏旧也不自然这个脏旧非常自然。所以说不管什么都得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们很难去学会鉴赏。有很多人可能学了好几年都没有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件当代真正的东西去参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切入点的话，那是不好学习的。你比如说我到博物馆了，我一看，这不是我那个嘉庆的席子罐吗？乾隆的是这样，嘉庆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很容易去学习了。所以学习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到代的东西老的东西作为切入点，我们才能慢慢的去学习。我自己掏钱让大家明白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真东西与脏与新都没有关系你看它哪怕很脏，它不一定是老的；它哪怕很新，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洗去，看着很新，它也不一定是新的就说我们去判断一个东西一定不要根据它的脏和旧去判断。这是人们固有的一个心理因为我们真的假的都没见过，我们凭脑子去凭空想象。那么咱们来说，你不打眼谁打眼？那这个东西都是人为做的我看着挺脏挺旧的，这应该是老的吧？不是老的。那么我看着这一个还挺新似的，有些人干净嘛，都刷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能说这个东西200多年了我刷得干干净净它就是新的吗？所以说鉴定一件东西的新老绝对不以干净和肮脏的程度去判断，就是说不以脏和干净为标准要以时代特征为标准。你看这个青花的层次您都能看出说当时那个涂抹的痕迹来，对不对？你看这个有吗？几乎就非常的淡非常的淡，可能也涂抹了一点，但是跟这个来说，它这个青花层次变化太不明显了。再一个，你看这都化工的青花了完全不一样，没有笔触，对不对？这一节课有点长完全都能听完了，我相信能长好多知识。这个社会需要沉静的心，如果你的心很浮躁的话，也听不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在接受看似枯燥的同时，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当我们完全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大体讲一下喜字罐的由来。据说喜字罐是喜字这2个字是王安石发明的送来。那么上边呢他说一下纹饰吧这种纹饰回形纹其实它是由那龙纹拐的龙转变而来的你看嘛，这回字似的
连起来啊。那么下边呢叫缠枝莲。到嘉庆时候呢，你看嘛，缠枝莲带钩子，都跟钩子一样锋利，非常有力度，那么又叫钩子莲。这个喜字也是在嘉庆时候出现的。哎，嘉庆之前乾隆啊都没有喜字，只有缠枝莲。所以说理论上啊，缠枝莲啊要比喜字要早一些，这种双喜啊。那么带不带喜字呢，都是那时候啊非常美好的寓意。缠枝莲呀，就代表荷花嘛，和和美美之意啊。又有缠枝，缠枝你看啊，延绵不断啊，它就代表什么呢？福寿延绵不断，然后这个香火延绵不断啊，和和美美，一生一世这个意思啊，喜事连绵啊，都有这个寓意。那么这一个呢，就是那时候啊，儿娶女嫁呀，哎，家里放一堆和和美美啊，放糖果，放茶叶或者放一些当做容器去用吧。那么这是它的来历啊，这些都是纯手绘的呀。我讲一下制作过程啊，那个时候啊都是纯手工的。你想想，现在距今200年左右了，嘉庆1796年1736到1796，60年是乾隆在位，咱就说从1796年往后就是嘉庆了嘛，200年左右的历史了。这个东西制作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山上去取高岭土我们的那个先辈用大箩筐去筛，再用密箩筐、细箩筐，最后呢再用特别更细的那种布包裹起来，在水里淘成极为细腻的细沙。你看它其实它磨损处你能看出来特别细致你这个细沙再去淘得干干净净的弄成一个一个的泥饼或者泥块，放到那稍微阴干阴晾着会有一定的软度。然后呢，以待制胚。这个时候呢，就有这种陶车，那时候有陶车了，就是转的那种，用手去拉胚。拉胚就是它不是转起来了吗？现在制陶的也是延续这个技术，但是手是伸不进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2块得分开做，先做底部陶车在那转，我用手捏着拉出这么一块来，上边再拉出一块来，然后呢2个再接起来拼成一个。那么呢，再有人专门的修口、修底，完全弄成形状了。专业的画师他分工不同就抱着这个罐子画。你说画的密密麻麻的，让我们现代人谁去画呀？且得画一阵子了这一天画不了几个。所以说呢，熟练的可能能画的比较流畅，画的快。那小工的话，你一天都画不一个。你想想这个手工厉害了吧？这也是他贴画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代人不想去画了，太累了，成本都不够。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呢，再有人去施釉。你想想，如果万一画错了这个喜字，那就废了，是不是再重新再弄施釉上边罩上一层釉，透明的釉则黄道吉日那个日子一定是好的祭天理地，祭灶神，拜火神。有专门的人再把它放到匣钵里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放到那烧的，把它罩到里面，放到窑里面去放到窑里面去以后呢，有专门的人去烧火，有专门的人看火焰看火焰那个温度保持在1300度左右你上下温度差的不能太多。如果烧的温度太低就烧不出来如果烧的温度太高呢，青花都能烧飞了，烧没了，这罐子都能烧裂了。你想想那时候烧着这一炉东西简直是太难了。而且那个匣钵放到窑里那个窑里是个密闭的地方，放的地方不一样，由于温度不一样，它青花呈现的发色都不一样。这就说为什么挑一堆发色一模一样的青花很难了。而且器型都纯手工的，所以说你买到一件老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件东西，它就属于奢侈品，纯手工打造的奢侈品就跟马未都马老说的似的，你现在背个 LV 包，背个什么爱马仕你就觉着好，我这是奢侈品，其实那都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才是我们真正老祖宗的奢侈品目前来说的话你想想，烧几天几夜烧完了以后呢再择黄道吉日，祭天理地，祭灶神，拜火神，开窑，然后把匣钵打开，百里难成其一二我这说的都特别简单，其实实际比这个要复杂太多太多了。我这样一讲，可能大家就理解了。跟小哥讲知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艺术品得到全球人的信任和认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是唯一一个没有断代的国家。咱们经常说4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只有中国前面没有加古，因为是我们上下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原因。很多人说上下5000年，那不是10000年吗？不是，这个上下5000年我也普及一下，它指的公元前、公元后2000多年，这样加起来是5000年，大家明白吧？所以说呢，你像我说的4大文明古国前面都加古，因为
古巴比伦呀，就现在伊拉克附近早就没有了，古印度也不是那个印度了啊，疆土都不一样了啊，古埃及也早就没有了，现在的埃及也不是原来的埃及了，只有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我们的中国还是5000年原来的那个中国，你说厉害吗？所以说只有文化才能让民族继续强大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的魅力之处。我刚才讲工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东西多么来之的不易啊，多么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哪有人说再去说这么用心的去做了啊？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我们现代人喜欢明清，明清人喜欢宋元，宋元人喜欢战汉啊，宋代人喜欢战汉，战汉人喜欢商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是纯手工用心去打造的，而我们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懒，都机械化了，所以呢人文的东西就少了，匠气就少了，匠人精神就少了，这也是我们喜欢古董的原因之一。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